带大家珍惜攻略体验这场美国夏威夷大岛的魔鬼鱼夜潜。当你真正浮潜在深夜冰冷的大海之中，零距离目睹这些深海巨兽张开大口，疯狂上演大鱼吃小鱼的捕食风暴，那种视觉冲击和吞噬快感，绝对让你爽到头皮发麻。大家好，我是帅弟，我们又见面了。我现在在美国夏威夷州的大岛，今天给大家真实的体验攻略一下，在夏威夷大岛夜潜看魔鬼鱼是什么感觉。现在我们已经来到了海湾这边，可以看到这边夜潜的公司还是比较多的，门口的人也是非常的多。在网上比较了几家夜潜的公司，最后选择了这家叫做 Sequest 的公司，主要是看他家的网上评分还是比较高的。价格算完税的话，一位是$155。现在我们到前台登记一下，然后领个潜水服，然后还要签一个免责声明。强烈建议水性比较好的朋友们参加这个项目，水性不好就别来了。现在我们看到的小船就是我们等一下要出发坐的船。出发前，工作人员也会讲一些基本要求和安全常识。大家好，帅弟，现在我们已经换好了这身潜水衣。然后听教练讲一下要求，讲完要求我们就直接上船，然后看这个恶魔鱼了，准备出发。船总共开了5-6分钟吧，就从港口来到了我们看魔鬼鱼的地点。这也是我选这家公司的第二个原因，看其他的公司坐船都要坐个10来分钟、20分钟，如果我们潜完水回来身上是湿的，估计会很冷。到达指定位置后，工作人员会给每个人发一个浮力棒，然后大家就直接跳下船，然后慢慢的游到浮潜区。因为我水性不是很好，再加上手里拿着运动相机和浮力棒，然后天也比较黑吧，反正跳下去的一瞬间我是有点害怕。等缓过神来，发现周围人都已经游到10米开外的浮潜区了。还好这里的工作人员比较给力，看到我落在后面，直接过来问我怎么回事。我说我有点害怕，他说要不要把你送回船上，或者是你再坚持一下，我们到浮潜区。最后我选择了坚持去浮潜区，他就拉着我把我带过去了。像我的话，以前基本上没有在大海里面游过泳，都是在海边沙滩玩一玩，或者是在泳池里游泳。这次也算是我第一次跳入深海了，然后这个浪也是比较大的，所以就有点紧张吧。所以强烈建议水性好的朋友们来，要水性不好的话就建议不要参加这个项目。来到浮潜区后，双手要抓着浮力板，然后把前面教练给我们的浮力棒放在脚上，这样子的话可以保持平衡，也不费劲。因为我很弱鸡，所以全套动作都是旁边的工作人员帮我完成的。反正我个人是要给这里的工作人员点个赞，非常的负责任。在确认每个游客都没问题之后，我们就正式开始的浮潜，看魔鬼鱼了。当然这次也是我第一次浮潜，带着这个潜水镜也有点不舒服，主要是塞进嘴里的这个呼吸器戴久了嘴巴会很难受，再加上镜片上面有点水汽，所以看的时候也不是特别的清楚。看了大概5-6分钟吧，跟我同行的几个朋友们他们都晕船晕得不行了，或者是因为体力不支等其他原因，然后就叫工作人员扶他们回船上了。反正我是一开始跳进水里的时候很害怕，但是到后面的话就没什么感觉，就从头看到尾，整个过程看了大概20分钟。整个20分钟总体是没什么感觉，唯一让我有点害怕就是有一瞬间我脚上面的浮力棒突然失去了平衡，或者是脱离了原本的位置，搞得我整个人也失去了平衡，就让我稍微有点紧张吧。像旁边几个朋友身体不行的话就回船上吐了，然后魔鬼鱼就会跑过去吃他们的呕吐物。所以建议大家晚饭吃早一点，或者是不要吃，不然的话一吐再加上船一晃就容易晕船，最后坐船回港口的时候全身湿透，被海风一吹就是很容易生病。反正这次体验我个人只能说中规中矩吧，当然我们也看到了魔鬼鱼近身的从身边游过，不过考虑到我们精神上还有肉身上受到了伤害，我可能下次再也不会来这个项目了。前几分钟大家都很新奇很兴奋，看到魔鬼鱼会很开心，但是到后面的话就想赶紧回到船上，因为看到后面我实在也没什么体力了，回船的话都是让工作人员扶着我过去的。最后上船的一瞬间我真的是松了一口气。大家好，帅弟现在回来了，累啊，看完。同行的还有其他几个中国人，反正看样子他们的状态都不是很好。最后一关是湿身迎着海风吹5分钟，反正我是被冻得瑟瑟发抖。要求啊，
你也不行啊！我操，你们都不行啊 ！She's sick. She wants to throw up. 现在浮潜完成，非常难受，同船的人都一直在吐，我还好坚持到最后，但是咬的那个潜水器，嘴也是咬合有点难受，感觉也就体验一下吧，下次也不会再参加了。上岸后，工作人员会给我们一些零食，还有热咖啡。然后因为前面也没吃晚饭，非常饿，现在开车去这边买个汉堡王，再给车加个油。最后回到宾馆已经是凌晨了，今天玩的是非常累。这个项目反正我体验一次以后再也不会参加了。那么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，拜拜。